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，講下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嘅內容就3點。第一就係一個國家貧窮抑或係富裕，取決於兩個因素，一個係政治架構，另一個係經濟制度。第二點呢，就係講制度啊分兩種，包容性制度同埋榨取性制度。首先就係包容性制度，即係保護私有財產，講究公平競爭，支持創新，少數服從多數，咁樣先至促進個經濟增長。然後到榨取性制度，就係產權不清晰，法治不明確，權力不受約束，佢係少數人割多數人韭菜嘅工具。第三點，榨取性制度不容易改變，除非有好大嘅外部勢力，又或者領導階層內部發生分裂，又或者發生爆炸性嘅技術顛覆現有嘅權力架構，先至有可能實現真正嘅轉型。總體內容嘅意思就係咁多啦。泰戈爾講過，呢個世界上所有嘅苦難都係同制度有關嘅。正所謂從地獄嚟嘅魔鬼不可能帶你去文明嘅天堂，被文明征服係幸運嘅，被野蠻征服就係災難。真正嘅天堂你可以鬧佢係地獄，真正嘅地獄你只能稱讚佢係天堂。呢三位得獎者唔單止揭示咗制度對國家興衰嘅重要影響，亦為我哋應對當今嘅技術變革提供咗寶貴嘅啟示。三位得獎者 Darren Nasmoglu、達隆亞西莫格魯同埋 Simon Johnson、西蒙約翰遜，仲有呢個 James A. Robinson、詹姆斯 A. 羅賓遜。今年嘅諾貝爾獎委員會意圖好明確，旨在表彰呢三位學者喺制度、經濟學方面嘅貢獻，尤其係佢哋對一個國家嘅繁榮同衰敗嘅原因作出深入嘅解釋。阿西莫格魯同佢嘅 partner 羅賓遜嘅觀點係明確嘅。一個國家嘅發展成功抑或失敗，主要係由佢嘅政治同經濟制度嘅性質決定，而非地理、文化同埋氣候等等其他原因。首先，佢哋認為通常討論嘅地理、文化同知識並不是國家成敗嘅關鍵因素。呢啲歷史嘅偶然就係阿西莫格魯所認為嘅關鍵所在。佢認為不同嘅國家之間看似細微嘅差別，往往就係決定咗截然不同嘅歷史發展路線。例如1347年到1353年嘅歐洲黑死病，大概死咗7500萬到2億人。當時西歐同東歐嘅發展路線就係唔同嘅。西歐由於農民嘅數量驟降，嗰啲領導階層啊、農場主啊，不得不賦予農民更大嘅自由度同埋包容性。咁樣做就為咗英國嘅工業革命製造咗條件。而喺東歐呢，領導階層通過加強控制嚟到掠奪農民嘅利益，最終導致咗社會嘅長期衰敗。咁樣嘅歷史進程塑造咗今日嘅東西歐發展嘅差異。嗱，我哋睇下南韓同北朝鮮嘅夜晚衛星圖片啦，一邊係燈火通明，而另一邊就係幾乎漆黑一片，光明與黑暗中間就係一條好明顯嘅分界線。仲有就係美國同墨西哥嘅交界線，圖中嘅位置就係 Nogales， 中間啊劏開咗嘅，一邊係屬於美國，一邊就係墨西哥。兩個 Nogales 原本係一齊嘅，有相同嘅地理環境、相同嘅氣候、相同嘅人種、文化同埋風俗習慣，只不過喺1853年美墨戰爭之後先至一分為二嘅。經過咗170幾年之後，屬於美國嘅呢邊呢，無論係經濟啊、制度啊，都係發展得比較完善嘅。而墨西哥嗰邊呢，大多數嘅居民都係冇讀書嘅，嗰啲僆仔細細個就唔返學，嬰兒嘅死亡率又好高，犯罪率又高，公共設施同嗰啲法律嘅環境亦都好差。
一條界線，兩個世界。呢啲案例啊，説明咗當一個國家嘅內部權力結構向住更包容嘅方向發展嘅時候，制度亦都隨之轉向支持創新同埋公平競爭，少數服從多數，咁先至得到咗經濟嘅增長同埋社會嘅進步。咁啊，有啲人會問嘅，好多曾經係殖民地嘅國家照搬咗歐美嘅制度，點解又發展唔起身呢？呢位阿西莫格魯佢作出咗回答：好多發展中國家嘅貧窮並非天然形成，而係由於殖民地時期嘅榨取制度被之後嘅統治者繼承咗落嚟。獨立咗之後，呢啲國家新嘅統治者只係代替咗原先嘅殖民者，繼續剝削同割韭菜，榨取自己嘅國民。個案例就係阿根廷啊、津巴布韋啊、南非啊，呢啲國家嘅衰敗根源係一致性嘅。喺阿西莫格魯同羅賓遜嘅眼中，制度先係決定國家發展成敗嘅關鍵，就係榨取型同包容性嘅分別。榨取型制度喺政治上表現為少數人掌控決策權，多數人係冇得參與嘅，就係冇投票權咯。權力通常係集中喺軍政府或者係世襲嘅家族手中，政策成為少數人掠奪他人利益嘅工具。從經濟學嘅角度嚟講，呢種制度就係壟斷特許市場，掠奪生產者資源。呢啲制度缺乏對產權嘅有效保護，試圖控制並限制創新，甚至對自己嘅創新都會產生恐懼。政治同經濟係密切相關嘅，而包容性制度就啱啱相反，就係重視大多數人嘅參與，無論喺政治上抑或係經濟上，當權者只不過係多數人嘅代理人，領導者嘅職位向全國國民開放。喺經濟層面，包容性制度鼓勵知識產權嘅保護同創新，防止壟斷。包容性嘅政治制度同包容性嘅經濟制度係相互相成嘅。OK， 以上就係2024年3位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嘅核心理論內容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